主会不附属呢，绿营自家人也不接受，向柯建铭说没有空间，连王世坚也表达不同的意见。而立委林佩祥直言赖着体系走向民主独裁。回到现场，我们邀请到了立委林佩祥来到了现场，主委早安。马德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社委，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现在这个卓奎这边不附属财划法，但昨天赖清德又出来力挺，力挺卓奎，他捍卫宪政。然后呢，行政院这边还给出不附属的3原则，所以他们现在是觉得自己可以凌驾在宪法法庭之上吗？而且昨天连王世坚都跳出来说他对于不附属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那所以赖清德和卓荣泰还要继续蛮干下去。我认为现在的赖卓体系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完全蛮憨，甚至接近所谓民主独裁的体系。基本上没有考试院的事情，没有立法院的事情，也没有监察院的事情，所有院就只有行政院跟总统府。理论上来讲，行政院做的不附属是直接否定总统府公布的法案跟命令，但是现在我们卓荣泰卓院长居然创意式执法，创意式解释宪法，用不附属的方式来去拒绝立法院通过的法案，所以我会认为这是开了一个民主非常糟糕的先例，也就是所谓我们中华民国已经从民主法治变成所谓的专制人治，而这种所谓的选择性执法，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你怎么看？因为其实现在不止柯建铭都说没有不附属的空间，那王世坚也跳出来说，你只看见了针孔，然后没看见崩康没看见这个山洞那可是他们2个人讲话在党内，就是党内也会有人听他们2个人讲话吗？我会认为，不管是哪个政党，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正常、相对比较正确解读法律、解读宪法的政治人物，那他们这个时候敢逆风出来讲一些实话，当然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就像那个韩院长当初讲的一样，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一切的病根还是在赖清德、卓荣泰身上。对，因为难以想象可能在这一次大罢免大失败，唯一检讨的就是柯建铭而已突然在这一回怎么变成了一个正常人说没有不附属的空间呢？好，但是呢，委员怎么看？因为现在有关于这个停砍年金的部分连行政院这边也要卓奎直接说不附属了，但这件事情不是考试院在管的吗？所以我刚刚提到说，现在5院只剩下行政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执行什么法律就执行什么法律，他想不执行什么法律，还有千百种理由不去执行它。不管是针对公教的年金停砍，还是一般军人的加薪，甚至警消的退休金的特别条例，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捍卫我们中华民国公务体系最重要的元素，最重要的族群。但是军公教警消，赖清德、卓荣泰对他们异常的刻薄，所以我个人非常担心我们未来国家系统，我们整个公务文官系统会因此受到莫大的伤害。不过还是一句话，所有的祸乱、所有的病根都还是在赖清德、卓荣泰身上。那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其实郑丽文还有黄国昌彼此之间有见面，要来商议相关的反制措施。那白银昨天也有喊出说要来弹劾总统，那甚至呢，不排除要号召群众上街吗？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在这种乱象的时候，任何的手段、任何的手法都是可以纳入考量，都是可以拿来参考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到正是一个民主最黑暗的时代。民主最黑暗的时刻，现在也是中华民国宪政真正捍卫中华民国宪政的人，真正是谁？其实一般的民众，大部分的中华民国国民都看得很清楚。而身为在野党的议员，我当然乐见其成。是好，所以反正就看这个赖卓体系刚刚委员特别讲到很蛮憨然后现在还要蛮干下去，但是这个状况呢，他们是真的都不会看见民意的反复嘛？今天非常谢谢主委的宝贵时间，谢谢主委。大家好，我是主播周玉琴。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了睡眠品质，原版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一款晚安加强版，绝对是更有感。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而且要记得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优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基础版、晚安加强版新包装改版，内容不变，抽取更方便，要吃就吃最好的。